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人死不能见二遍天呀！他是横死，不用机械划杀，死不瞑目。开！爹，哎，你是谁？站住！大将军，抢劫尸体干什么？哎呀，哎呦啊！别跑！停！有大侠相助。哎，死丫头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跑哪儿去了你？是你跑哪儿去了？我不让你在后门等我吗？我在后门等了你一晚上，你老人家刚刚走的是正门，正门。我不对，我走的是后门。你要走的后门，你怎么没见到我？对呀，我不就问你吗？你跑哪儿去了？气死我得了！快！郑主任，快走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！哎呀，你快别睡了，快去通知知县大人。少卿来了。宋大人，雨梦姑娘，把尸体抬到验尸房。又去偷尸体？可不行嘛，把你的老脸都给丢光了。是什么？哎，我是说，老爷的脸丢光了。那桩凶杀案不已经结了吗？老爷，以后我看爸还是别背着他了，瞒不住呀。你说我们两个到底谁官大？当然是老爷您，那应该听谁的？当然应该听他。嫌犯霸占死者妻女，死者寻嫌犯讨说法，被嫌犯殴打后以短剑刺死，抛尸河中。其家人报案，寻得尸体时，死者右胸所插短剑为嫌犯所有，证据确凿。宋慈，你们居然把嫌犯提到验尸房来了啊！谁是知县？谁是知县？老爷您是知。闭嘴！没问你。你们一个一个怎么能为这仵作卖命呢？啊！宋贤弟，你不能一到晚上就让本官看死尸啊！咱们县目前有26个人的失踪案等你去查，你不查，偏偏查这盖了棺定了论的案子。谁说已经盖棺定论了？我这不是把尸体给背回来了吗？人是不是你杀的？是我杀的。冤枉你了吗？没冤枉我。屁股疼不疼啊？屁股疼。您可是青天大老爷，不能干屈打成招的事儿。这种事情要传到巡抚大人耳朵里边，您这乌纱帽可要不保啊！人证物证俱在，本官今天就不信邪了。你审，你审，我看看你能审出什么。知县为何如此忌惮宋大人？
知县那帽子是当初你送来人让他的。好，既然知县这么说了，那就多谢知县大人。活人会说谎话，可死人从不说谎。究竟是谁杀了他？只有他自己的话才是真的。凡探凶案，需弄清凶手之动机，再搞明其手法，寻其铁证。即便凶犯拒不认罪，也可治其杀人之罪。嫌犯矮死者足有1尺，那么嫌犯用剑刺向死者的时候，方向应该是向上的；但观其死者伤口，方向是向下的。且嫌犯有抛尸合中的聪慧，却蠢到连剑都不拔。大人，嫌犯是被嫁祸的。对呀，大人，我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！闭嘴！是不是还想挨板子？啊，说，是不是反手刺入？对，他肯定是反手刺入的。剑长3尺，大人，打盆水来。您会反手刺入吗？大人，门口有群穿着丧服的庶民在要尸体，被小的给拦住了。宋慈啊，宋慈，下回你再偷尸体的时候，别往县衙里扛，还有没有点纲常礼数？不还死者真相，那才是对死者的大不敬。那你说，凶手到底是谁？凶手就在这间屋。谁？在哪儿呢？谁是凶手？谁？在哪儿呢？如若死后抛尸，面色黄而不白，肚皮不胀；你面色惨白，肚皮极胀，想必入水时还有呼吸吧。嫌犯霸占了你的妻女，你找他理论，却遭他毒打，因为他是员外之子，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庶民，所以你报仇无望，就想到了一个办法，用自己的死来嫁祸于他，这便是你的动机。你偷了嫌犯的佩剑，插入自己的胸中，趁断气之前，将自己坠入河中。你的家人知晓此事，便引官府来寻到了你的尸体，这便是你的手段。自杀？自杀？对，荒唐！证据呢？啊，对，证据呢？人死后入水，无呼吸往来，肺泡应该洁净完好。师爷刚呛了一口水就咳成这样，活人入水必将使肺泡大批破裂，且藏有泥沙。铁证正藏于他的胸腔之中。怎么，用我切开你的肺看看吗？是我与家父串通一气，嫁祸于人。佩剑是我偷的，案也是我破的。家父的罪我来担，只求大人留他一具全尸。这才是真相，你认吗？真相已昭然若揭，怎么判是大人的事儿。宋慈，龙兴县26个人的失踪案，你管是不管？您是青天大老爷，我只是个小小的仵作，活人的事与我无关，我只管死人的事儿。
哎呦，你干什么呀晚上不睡把那步起来吃饭。哎，你对我越来越没大没小了啊！给我放回去。慢点，快点。最爱那个张公子被放走了。人又不是他杀的，还关着他呀？死者那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，而张公子欺男霸女，反倒没事儿，这就是你办的案子啊？我冤枉谁了吗？我的职责就是寻找真相。那公道呢？死者的公道谁来还？哎，你快看，哎，人死之后72个时辰，躯长半寸。我在跟你说话呢。你记住了啊，丫头，真相就是公道。你看，又撇嘴。那个知县呢，虽然糊涂，但也算是个清官。我已经跟他说好了，那家的小儿子顶多算是个诬告，用不了几天就放出来了。而张公子呢，挨了板子也罚了银子，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哎，这活人的事儿啊，你就别管了。我最近正在写一本书，专讲死人的事儿。救死方？人死之后半炷香的时辰之内，只要用此法，就可死而复生。你就说大话吧你！为师这什么时候说过大话？记着啊，此为心脏重跳之法。把眼睛闭上。准备好了啊？哎呦！打我干嘛？哎呀，不是你要学的吗？这就完了？没完，还有好多呢。还有啥？躺下。记着啊，濒死之人，隔膜之力匮乏，需以外气灌入嘴中，助其呼吸。什么意思？哎，你把眼睛闭上。完了？啊，完了。这就完了？这就完了。昨夜放走的张公子他。送哪儿去了？看来是有人给了他你想要的公道啊！大人，他不是自杀。吊死之人面目紫胀，此人面目苍白，是被杀害之后吊在这儿的。这不是案发现场，把他放下。这得，这死了多少人呢？加上张公子，一共是27具尸体。告诉知县，失踪案告破，转案凶杀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是尸臭。是有人尿裤子了。宋大人，知县呢？在路上呢。大人验尸需要什么东西吗？我去准备。准备1碗米粥。热。豆宝，记着啊，不凉不热。
局不凉不热。死亡时辰，救援死的是恶少，不到3个时辰；最早死的不超过40日。死法呢？不知。不知。中死者表体无刀伤，无钝器所伤，别说是致命的伤了，就连殴打过的痕迹都没有。这尸斑溃烂都是死后才长的，太蹊跷了。有毒杀的可能吗？从表体特征看，不像。有意思。大人，你要的粥不凉不热，该怎么用？死者身份确定了吗？知县特别吩咐封锁消息，不让认尸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不认识怎么查？再去找大人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认。这是屠夫啊。屠夫？左臂系于右臂，右手食指凹陷老茧，便乃是长期用刀屠宰所致。脚下了解，肩部硬核3寸，正好为扁担的宽度。此人是挑夫，身体恶臭，但手有药香，这是抓药的郎官。尸臭未发，独手脚恶臭，掏粪的金角头。瓦匠，渔夫，暗娼，厨子，算命先生，算盘。这个是王财神。这姓氏他都能看得出来。他俩认识。最后是你了，张公子，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又开始了。他就出去，别在这儿碍事。谢谢宋大牌了。这什么声音啊？尸体在出气，应该是从喉咙里边发出来的声音。伤口在后颈的头发里边。骨头呢？这些人都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取走了整副骨架。而且是从一个2寸的伤口里面。大人，宋慈啊，宋慈，你不是治完死人吗？现在这里全是死人，你倒是查呀！有什么线索了吗？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哭有什么用？哭就能保住乌纱帽了？这可是27条的人命啊！巡抚大人7天之后就到我们龙兴来查访，这不是帽子问题，这是戴帽这个脑袋能不能保住的问题呀！大人，你相信这世上有鬼吗？你也认为是鬼干的？7日之后，真相定能水落石出。到时候巡抚大人
知道你破此大案，定是奇功一件。奇功一件。奇功一件，但有一事相求啊。说，但愿奇功一件。要办的事情太多，府衙上下所有的捕快都归我差遣。别说他们了，连活都是你的。贤弟，如果7日之内破不了案怎么办？若破不了案，也很正常。是有点道理，确实很正常。大人去哪儿？兄弟们都等着您吩咐呢。我听雨墨说你想当龙兴的第一捕快。是。那现在的第一捕快是谁呀？这好像也没有人评这个呀。凶手手段如此残忍，你觉得凶手和死者之间有什么血海深仇啊？不知道啊。所以你现在要去查一查。惹。大人，查什么呀？去查这27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惹。世上没有邪魔妖道，这是你教我的。难道真的有鬼？这凶手能从2寸长的伤口里边活取人的整副骨架，不是鬼，我就得拜他为师了。这重点是为何取骨啊？27具尸体就在眼前，但是动机、手法、证据咱们一无所知。遇到对手了。那咱们现在去哪儿？我要去的地方凶险万分，你还是不要跟着我。我不，有我在，你还死不了。你确定？官人，进来喝茶啊！把你们的头牌请出来吧。丽珠啊，忙着呢。官人，请跟我来。这就是你说的凶险万分啊？银子都没了，还不凶险啊？我说官人，你可真有意思，您这是来卖闺女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好主意，今天先不卖，我今天带她来见见世面。那你一会儿可得跟我好好学学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啊，昨晚张公子可曾来过？哎，干嘛？银子。这是我的。我是你爹。谁是你闺女？来。啊。来过。那他是一个人来的呢，还是另有其人呢？哎，你能不能一次性说完？啊？当然是一个人来的呀，要是来2个人，我怎么经受得住啊？那他有没有跟你说，走以后要去什么地方，或见什么人呢？别看了，没了，都空了。没了，空了。整个天香楼，蜀姑娘的香粉最别致。撒这么多香粉，是为了遮狐臭啊！你，天香阁的花魁有狐臭，这事儿要传出去。张公子未曾提到要去见什么人。他几时走的？刚敲2更钟。就这些？你这问起来，我倒还想起来一些什么。张公子走了以后，我听到他的说话声。
张公子当时在和谁说话？一个男人，个头不高，说了什么？那我听不太清楚。不过他们好像聊得挺投机的，手舞足蹈的。那个男的还看了我一眼。那个人就是凶手。凶手？什么凶手？在哪看到的？在那个阳台。哪个阳台？就在那个阳台。当时我也记不太清楚了，只觉得那个人很面熟，我就这么一开门。你给我别追！姑娘，姑娘。我睡了多久啊？喂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起来了啊！醒了，让你别追偏追，挨揍了吧？刚给你熬。去过几次？什么？天香楼。就去过一次，还带你去的。轻车熟路的，哪个头牌用什么香粉都知道。你说你是不是背着我经常去？我真的就……哎，我是你师傅，我去几次天香楼用跟你说吗？果然去过。哎，喝粥。不喝。我是你师傅，听话，快点。他是谁啊？
喝了之后我告诉你，我呀，从乱坟岗子扛回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我呢就想试着用凶手的方法，从一个2寸长的伤口里边把整副骨架全都给取出来，再充气。你是不是喜欢那样的？哪样的？那个样子的。哎呦，我喜欢什么样的跟这断案有关系吗？你要喜欢那样的，我就不给你办了。要想取骨的话啊，必须从关节处把骨头敲开。但是我查过了，那27具尸体表面上一点淤青都没有，而且体内一点骨渣也没有。哎，你看，这个是我敲的，不可能每根骨头都很完整。所以我在想，他是不是用的掌力呀？此人精通骨相，对每一处骨节都了解，可以取全副骨架而不伤五脏六腑。昨天你跟他交过手，你觉得他有这样的奇术吗？嘿，跟你说话呢。你是不是让人打傻了啊？没。上床歇会儿吧，啊。哎，还有啊，我一直在想，上半身的骨头好取，但是下半身的骨头它是如何取出的呢？除非有一件类似于这样的工具，从伤口里边把下半身的骨头给勾出来的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接下来就得看看咱们的龙兴第一捕鱼派，他查的如何了。这谁画的？我画的。画的谁啊？27个死者呀。你认得出吗？差不多吧。大捕快，哎，这交给你了啊，给我讲讲这27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？说，经过3日彻查，一切要从冯掌柜开始说起。冯掌柜与王老财是同乡，王老财是许屠夫的常客。刘秀才背着夫人3天2头找马寡妇偷腥，而这刘秀才欠了他数十两银子。等一下，他是谁啊？冯掌柜，给冯掌柜拉货的挑夫，同时也给宋掌柜拉货。哎，不对，这不是宋掌柜，这是胡算盘。这胡算盘常年侵吞酒楼银两，怪罪给傻不拉几的厨子。厨子怀恨在心，曾经向他讨要过能够致人死地的毒药。他有谁啊？哎呀，冯掌柜，能不能不打断他？继续。暗娼跟秀才和厨子，厨子跟寡妇是亲戚。寡妇知道暗娼养了秀才，秀才要暗娼帮忙还冯掌柜银子。冯掌柜串通厨子瞒着秀才夫人，寡妇把厨子的秘密告诉了青角头，告诉了瓦匠知道后便传到了算盘上门找冯掌柜讨说法，才见到了前来拜见的挑夫。差不多就这样。
鸡毛蒜皮的事儿，跟凶手有什么关系啊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可能是我查的有问题。不，是他画的有问题。是凶手有问题。我一直认为是熟人作案。这不是仇杀？或许他真的是胡乱杀人。不可能，张公子明明认识凶手。难道不应该查查为什么取骨吗？哎，别动！给我取下来！老哥，向你打听个事儿，最近可否有人向你定制一把奇形铁锯啊？长5尺，宽1指，尾部有钩。你开个价，我想定制一把一模一样的。老哥，定这把长钩的买主是谁呀？知情不报可一样有罪，要不想吃牢饭，就开口说话。对不住了。你看出他比划什么了吗？没有，但是别担心，别以为找一个哑巴干活我就没办法了。我带你去见个人。先生，看病这边请。我跟你家老爷是至交。哎，这位老先生是谁啊？论辈分呀，他是你师爷，你腰间那把衣刀就是当年他传给我的。一会儿到东街去抓药，那儿便宜点。多谢先生。谢谢。哎，你怎么坐这儿了啊？我坐会儿怎么了？我累。起来。这是你坐的地方吗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耿太公可是前朝大理寺的智鱼少卿，一会儿啊，你见着他要像对我似的没大没小的，回家我剁了你啊！有意思，我从来没见过你对谁毕恭毕敬的。起来。嘿，我谁来了？起来！谁来看我来了？哎呦！哎呀，老师，哼！龙在龙兴，3年不来看我，当老夫归西了不成？哎呦，老师息怒，老师息怒。老师不是说过吗？君子之交不在于礼法纲常。少拿我的话顶我，孽徒！你是不是比3年前又长高了点儿？师傅，明年徒弟就40岁了。
不能再长了，可能是老师缩了。这女娃是谁呀？哦，他呀，他是我爹。我不是他爹啊。你不是说你是我爹吗？哎呀，快点过来见师爷，快点！好。哎呦，师爷好。哎，你臭小子，你是有事相求了吧？师傅，徒弟这回遇到对手了。勘察。什么？悬阶示众？是啊，而且这27个人都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取走了整副的骨架。徒儿推测，这是不是与10多年前前朝旧案有关？老师当年奉命彻查此案，所以徒儿今天特来请教。波旬为梵文，意为魔王。波旬是第6天之魔王。10多年前，波旬教传入大宋，众教徒尊魔王波旬为神，意在跳出因果，不堕6道轮回，方为永生。此教以人骨祭祀，无辜被杀者众多。先帝震怒，派我镇压，斩杀教徒1000余。按说，我已完全肃清，怎么能死灰复燃呢？大人请用茶。好香啊！师傅，您可否种了什么奇花异草啊？大人，杯中的茶叶乃是西域进贡的花茶。好像不是这个味道啊。这是早年记录成书的案情，附有击杀异教徒的名册，是否对你有用？果真如此。想不到啊，晋国手流了这么多血，竟还有余孽尚存。师父无依自责，您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还有一事请教，您可知道有什么可以取走人的整副骨架，又不留任何痕迹的奇术啊？不留痕迹？世上哪有不留痕迹的事情？是你的眼睛被蒙蔽了。这本书就送给你，师傅累了。哦，那徒儿告辞。老师，这世上真有人可以跳出因果吗？无稽之谈。凶手杀妓女，却未杀造工具的铁匠，这说明什么？他不怕你查到邪教？对，甚至还在引导我们查到。为什么这么做？27具尸体一定被我漏了什么？复查尸体，再精妙的掌法卸骨，也不可能在尸体上不留痕迹。凶手若精通医术，定在尸体身上做过手脚，掩盖其取骨手法。让伤痕消失，可能吗？古法曾记载过一种以茜草投入醋料，涂伤损处，痕皆不见的手法。如何代言？以葱、椒、盐、白梅，在一砂盆中研磨，以火炙烤，
1个时辰后可见其隐痕。见到了尸体上的伤痕，我们再倒推其掌法，想必便不再是难事了。大人，渴了吧？这酒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从不喝酒。哎，你个女娃娃家喝什么酒？他从来没把我当女孩子养。哎，你跟宋大人什么关系啊？县衙上下风言风语的。他们怎么说？嗨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不说也罢。我也不知道他把我当什么。许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，你一定是他很重要的人。是吗？等跟着宋大人办完这个案子，我就能名正言顺地回家了。你一直没回家呀？小10年了吧。我娘带着我改嫁后，后爹对我娘不赖，但是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。9年前家里闹饥荒，我就自己出来了，想着搞出点名堂再回去。你说这办了大案的捕头，爹娘总该瞧得上了吧？我不知道。我没爹娘。行3九之法，可得永生。取5七血月之日，一甲子，方亦得见。5月初7，就是今天。宋大人为什么不去当官啊？我听说他都已经为他父亲守完孝了。因为酒啊。他不是不喝酒吗？你宋大人以前可是嗜酒如命，都说他杯盏间可断凶案，喝得越多，断得越快，而且毫无差错。直到那一次，判错了。听信了证人的谎言，险叫无辜者蒙冤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喝酒了。探案时，极为执拗地去追寻逝者。只有死人不会说谎。也许那个时候起，他对当官就产生了畏惧。杯盏间可断凶案，厉害啊！那他都是给我说的大话，我从来不信。可是想想就热血沸腾，你看都给我说出汗了。奇怪，我怎么也这么热？哎，哎，你们哪鸟呢？快着火了！哎，着了！快点！哎呀！小心！快走！水来了！来了！宋大人，我书读得少，你说这是正常现象吗？啊？
知县只给了7日审案，如今已经过去了3日，他要知道了，非得……怎么了？啊！知县大人，别慌，别慌，怎么了？尸体怎么了？尸体自己烧没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告诉知县，今夜子时我给的真相。宋大人，知县大人被吓死了。我不教过你救死方吗？你去哪？回家。你肯定吃蒜了。哎，你这脸这么脏，跟个小花猫似的，还不赶紧洗一去啊？洗脸去。雨墨，我出去一趟，桌子上啊有张纸条，记着啊，3个时辰以后打开。你又去哪？我出去一趟。嘿，哎，忘了，3个时辰以后打开，我就知道你得偷看，不许偷看了啊！喂，啊，你那个救死方跟多少人试过？啊？男的女的？不是，怎么好好想起问这个问题来了？你说不说嘛？哎，就跟你试过。真的啊？还没成功。啊喂！啊？我还有一个问题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一次性问完呀？我在你心里意味着什么呀？啊？是徒弟，还是闺女，还是丫鬟什么什么的？哎，你觉得是什么，就是什么。记住啊，3个时辰以后再把纸条打开。莫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没了。哎，今天晚上你挺美的。哎呦哎呀哎呦！哎，谁？我，宋大人。哎呦，哎呦，宋大人你怎么在这儿？准备好了吗，宋大人？好了，1、2、3。哎呀！哎呦！
谁？我去看看。那边。谁？有人在这儿。27具尸体，7血月中。哎呦，这么晚了，到师傅这儿借宿来了。师傅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呢。您这要出门啊？这是？哎，一个徒弟病重，我去看看他。那徒弟还有救吗？没救了，要我看他最后一眼呢。哎呦，马车还没到，陪师傅喝2杯吧。师傅。哎呀，这个徒弟从来不喝酒，您是知道的。为师的面子都不给。师傅，您这身体恐怕也不易喝酒吧？您早年受过箭伤，箭毒一直未除，想必现在已经蔓延全身了吧？今日一别，不知道何年再相见，喝一杯无妨。师傅，既然师傅这么说，我就陪师傅喝一杯。有闲心来陪师傅，想必案件调查的不错了吧？您真想听啊？想听，真想听。那徒弟又说了，凡探凶案，需要弄清凶手作案之动机，作案其手法，再寻其铁证。即便最后凶手不认，也可治其杀人之罪。哼，有意思。
此案的凶手身染重疾，恐自己时日无多，便判以波旬来得永生。但是波旬教好查，谁也不会想到，当年奉命彻查波旬教的前朝老臣，老师当年奉命彻查，竟然是波旬教的教主。不得不说，您给我波旬教的名册这一招棋，非常的高明。异教的名册是否对你有用？得永生，就是今天。但是，您仍然露出了破绽。您可否种了什么奇花异草啊？西域曼陀罗之花，即便是燃烧起来，也是芳香扑鼻。您太着急去焚毁那27具尸体，不知学生说的对吗？也对，也不对。那望老师赐教。我把它写出来，烧给你。世间根本就没有邪魔妖道的，这是你教我的，你忘了？杀了这么多人，也得不到永生的。等你成为师父身体里的一部分，你就看到真相了。哎，太公，太公，哎，哎，这什么？啊！哎，这儿呢！啊！再晚来一步，我就被烧成灰了。小废话，快走！哎，哎呦！怎么了？哎呀，哎呀，麻了！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？龙兄有10回的山东就这么一个。谁来看我来了？
现在是问这个的时候吗？哎！早知道你这么怂，就应该跟着你了。早知道现在这样，我都不会来。耿志年，哎呦！别客气，我没谢你。哎，不可杀！疯了，这老子疯了！不许！小心身后！哎，东宝，东宝，没事，东宝，小声，东宝，放哪儿？你没事就，没事就。别说话了，别说话。别再往前走了！
不知学生说的对吗？也对，也不对。我错了，对吗？安心去吧，龙兴第一捕快。走了，丫头，干活了。耿直年并不是自焚，他是被谋杀的，用的是当初毁尸灭迹的曼陀罗花。耿直年要的只是27具活骨祭祀。杀人取骨何必悬石当街呀？现在我想明白了，真正的凶手从一开始就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查向耿直年。杀人取骨的不是耿直年。耿直年确实需要活骨去完成他的祭祀，但他没有这个本事。为他杀人取骨的才是真凶，而耿直年是凶手最后一个要杀的。但杀他之前，凶手还要引我翻出前朝旧案，等耿直年邪教统领的身份浮出水面，再将27条人命债背在他的身上，让他身败名裂。这便是他悬尸街头的目的。最后在他身上撒上尸花，让他在被我们活捉之前引火烧身，死无对证，确实精妙。凶手为什么能确定耿直年他会烧死自己？你没发现耿直年在祭祀时的状态和平时判若两人吗？我深夜造访耿府，被耿直年发现，他算准我不会喝他手里那杯酒，而在另外一杯酒里下了迷药，但他不知，凶手在他常喝的酒里下了令他致幻的迷药。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我和他可以在祭祀上看到波旬的幻象。凶手很可能是耿直年身边的信徒，他一边引我查向耿直年，又一边利用耿直年抓住我，使我师徒二人互相牵制，再将自己的动机藏在耿直年的动机之下。他骗过了我，也骗过了耿直年。邪教案表层下面的真正动机是复仇。直到我们去拜访耿直年，他才知道被真凶出卖了。你还记得当时他做了什么吗？邪教击杀名册。顺着耿直年的思路想，他坚信自己再过几个时辰就要得道升仙了。他给我名册，无非是想让我查名册中的人，给自己争取点时间。可反过来想，真凶就在名册之中。奉命铲除邪教的是邪教教主，他怎么可能铲除邪教教徒呢？这名册上的1000余人都是蒙冤之人。所以说，这是复仇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名册被偷走了。通知知县，案件重查。
当年，耿直年为了自保，收买官民，诬告上千人都是波旬教的教徒，其中就有赵氏一门。他们世代行医，精通一门叫错骨术的医法，一针之下，可致骨肉分离。这不正是我们苦苦追寻而又不得其解的活取人骨的手法吗？10年前，赵家何曾想到，这无妄之灾会落到他们的头上？一晃10年过去了，这错骨术再次出现。不过，这次不是用来医人，而是用来杀人。被杀的那27个人，都是当年参与诬告赵家的人。这你都上哪知道的？我通读过名册，自然记得。王李皇孙，赵谢杨陈，邪教击杀名册虽有上千人口，但击杀与收尸人数对不上的，只有这8家。名册未到，更证明了我的判断。赵家被杀了12口，扔在乱坟岗上的尸体，却只有11具。哦，对了，我打听到了，当年参与收尸的老仵作就住在城外的破庙里面。你帮我去问问，赵家当年到底收了几具尸体？你怎么不去？我懒啊。如果打听不到，就别回来了。
赵雨墨，看来你还是动了杀机呀。赵雨墨这个名字听起来挺顺耳啊。你唱哪出戏呢？我最不想看到的那一出。你说什么呢？昨天晚上你不该救我。那一掌错骨术是救我心切才打出来的。什么错误术？看来你是得了家传了。一掌打出，被打之人骨块完整脱落，别说是骨渣，连条裂缝都没有。送我习武的人是你，我何时有学过错骨术啊？盗抢名册你伪装的也很好，明明有飞檐走壁之能，但却伪装破门而入。但你忽略了一点，你的脚印是进屋直奔名册而去的，在打翻东西，伪造生人作案。除了你，没人知道名册就藏在暗格之中，不可能那么快就找到的。我说的对吗？你早我一步，拿到了耿之年家里边的曼陀罗花。大人，可乐。哎，再撒上被烧焦的花，用花的香气误导我查向耿之年。因为你是赵家的遗孤，你要为赵家复仇。误导？你说误导？你是说耿之年是冤死的吗？他该死，但是不该这样死。你也不该残忍的去杀害那27个人，这样还不了你们赵家公道。哪来的公道？看看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，公道在哪？啊！我问你，公道在哪儿？死的那些人，没有一个不来过这个院子里的。就在那儿，跟着我爹爹喝茶聊天。他是我们家的朋友、街坊、病人，可是他们却为区区几两银子，他们就可以诬告我们家。大人，找到了，大人。他们官兵来抄家，杀人、劫狱。就从来不认识我们一样。
问你，你我的一切，仅仅是为了报仇吗？看着我，你我的一切，仅仅是为了报仇。你曾说，真相就是公道。如今，真相就摆在你面前了。我问你，我家的公道谁来还？你走吧，这一切我都替你担着。 28条人命，你担得起吗？担得起。你走吧。对你而言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和田、闺女，还是丫鬟，在你心里，有过我？你认为怎样，就是怎样。 公子向北走，小女子向南瞧。此生独自别过了年方来。愿雨风不暖，愿春不寒。 愿你天黑有灯，似雨有伞。愿你全披身，愿你与良人暖得浮云上，有好爱相伴。 有爱慕之意，只可见。我就要去很远的地方当官了，临走之前来看看你。没有舌头的人，才会手舞足蹈地与别人交谈。10年前，一户人家遭奸人陷害，一家10几口几乎被杀戮殆尽。这家的男人侥幸活了下来。 为了报仇，他卧薪尝胆，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既可以杀死仇人，又可以嫁祸于仇人的办法。
苍天有眼，他成功了。可这一切被一个人窥破了天机，他的女儿。尽管近在咫尺，他并没有认出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，女儿却认出了他。起初，女儿并不知道那27条人命是他父亲所为，但当他知道之后，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他没有和父亲相认，而是默默地守护着他，替父亲抹掉线索，填平漏洞。我越过你，去接近耿之年，帮他杀人，杀我家的仇人，最后让他的罪行大白天下。最后，一人未杀的他，以死替父亲担下了所有的罪，而父亲还在傻傻地等着失散的女儿来找他。这是女儿的贴身信物。全当是个故事，没人会再追究此事。既然公道不得伸张，就让真相也石沉大海。赵青山，我和你一样，都是自作聪明。